公主亲临，臣无以言谢。将军出战告捷，扬我汉室威名，理应来恭贺。此马体态匀称，比例适中，会会其语，振翅而出。不单德舒其志，且有攀登青云之势。朕和祝贺将军出战告捷。谢公主。魏将军到。皇太后万福。魏将军不必多礼。谢皇太后。关内侯府住的合心意吧？承蒙圣恩，臣一切安好。谢皇太后关心。果然是英雄出少年。你为我大汉雪耻争光啊！幸得皇上多番提拔，臣才有机会建功立业。你之谦卑懂上进，真不愧是好姐姐教出来的好弟弟。一个福泽后宫，和乐一家；一个骁勇善战，护国灭敌，实乃我大汉之福啊！承蒙皇上厚恩，让我姐弟二人得以光耀门楣，臣必誓死以报。谦卑之余又知感恩，好。不过这礼数方面，你们姐弟二人已今非昔比，你手握兵权，魏夫人亦离后位不远。今后你们不得不谨言慎行，不然……想必皇太后担心的是坊间关于臣和平阳公主的流言，但臣保证，与公主绝无苟且之事，请皇太后放心。这个哀家当然放心。哀家还会不相信自己的女儿吗？可是平阳侯病逝的时候，坊间已有流言说你与平阳有染。如今流言更甚，竟指平阳要与你结亲，是想联合你与魏夫人在朝中宫中的两方势力，意欲谋反。皇太后，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公主真心实意为皇上分忧，怎么可能与臣勾结，意图不轨？这简直是荒唐！行于众人前，众人必议之。谣言不实，也能辨真。各方诸侯早就虎视眈眈，若有人以公主勾结外戚，图为谋权做借口，一生进军侧，群起入京，又是一场诸王内乱了。你明白吗？加上外敌刚刚战败，必会伺机报复。这时候内外失据，大汉示威，哀家的平阳公主岂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平阳先献子夫，后又举荐你，若一个生子封后，另一个建功封侯，还与他这个公主联姻，不正中了坊间说他统后宫、掌兵权的谣言吗？子夫贤德，又为皇帝诞下皇子，哀家当然希望他做皇后。可是，若你再跟平阳，到时候说平阳无心谋位，也是百口莫辩了。于公如此，于私呢？你之前是平阳府的马奴，这种牵扯，能不成为朝中宫中的笑话吗？哀家期盼女儿能得到幸福，可要是落到遭人嘲笑的境地，又情何以堪呢？若有人以公主勾结外戚，图为谋权做借口，哀家的平阳公主岂不成了千古罪人？你之前是平阳府的马奴，
能不成为朝中宫中的笑话？臣妾代表后宫众人献舞，以贺皇室喜得皇子。平身。好，这个皇子来的真是时候，我大汉真是喜事连连呐！哀家能亲眼目睹，满足了。母后能得孙儿，确是大喜之事。但这全凭魏夫人的信义。一对子女的爱，魏子夫上前听旨。魏子夫慧齿兰心，和睦恭维，婉顺贤良，延绵皇嗣，懿德嘉行，足以母仪天下。即立为后，择日册封。谢皇太后，谢陛下隆恩。平身。谢皇太后。恭喜魏夫人册立为后，祝陛下和魏夫人日月长存，福佑天地。恭喜母后陛下喜得贤后，魏夫人可喜可贺。姐姐贤淑温厚，弟弟智勇仁德，魏家可谓一门双杰。多谢公主夸赞。段宏，臣在。段宏是朕的重臣，又与你有兄妹之谊，这次的册封大典就交与段宏筹办吧。臣遵旨，臣定会替陛下和魏夫人尽心筹办大典。陛下，臣有事请奏。要奏何事？臣想请陛下为臣赐婚。关内侯英伟，理应配佳人。快说，心中佳偶是谁？朕必赐婚。臣心中的人是与我姐姐相伴扶持的沈家。听说你二人早在平阳府相识，算是相知情厚。沈家端庄贤淑，手巧能干，与你匹配，朕准了。臣卫青，奴婢沈家，谢陛下圣恩。平身。恭喜魏将军，恭喜魏夫人喜上加喜。多谢大家的祝福。姐姐，怎么之前没听你提及会向皇上求赐婚？哈，姐姐不是一直希望我成家立室吗？这么做不是正合姐姐的心意吗？
为什么是沈家？皇上说得好，沈家与我从小相识，相知情厚。再说他端庄贤淑，手巧能干。你能欣赏沈家，真对他有情，我当然高兴。可是我知道，当年你曾经断然拒绝他的情谊，只视他如妹妹。卫青，兄妹之义，不同男女之情。姐姐，我拒绝他，已是多年之前的事情。此次卫青经历生死回来，竟仍从沈家的眉目之间感觉到他的情谊。当日我听你说他为了救你而受伤，我竟感心痛，才惊觉，其实我对他早已有情。是吗？可是当时我没见你流露出丝毫情意。情谊是深藏心中的，为何要表露出来呢？或许是从前年少无知，不知道情为何物，可现在我在不知不觉中已对沈家动情。那平阳公主呢？这与公主何关？公主对你我有恩呐。没错，公主之恩，卫青可以用性命相报，但是那只是感激她的知遇之恩，并无其他。更何况公主之孙理应以将相门侯世家相配。看你如此情急意切，难掩激动，难道让姐姐说中了吗？姐姐，你虽然聪慧，但并不是我，怎可认定我所爱的是谁？我与沈家两情相悦，我不能负他。弟弟，你对沈家是爱，是怜，还是怕谣言所指公主与你结亲？是想联合你的军权和我在后宫的地位意图不轨？弟弟，如果姐姐封后会影响你的决定，那这个皇后，姐姐宁愿不做。不做皇后？姐姐，你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皇上对你情深似海，你岂能负他？再说，你这些年来受了多少苦？由初入宫到今天，你遇到过多少次危机？哪一次不是凶险非常，性命堪忧？如今虽然平安度过，但是往后一定还有新人入宫。如果你不是身在后位，如何自保？如何保护你那些尚且年幼的孩子们？如此看来，我封后真的是你娶沈家的原因之一了。弟弟为了护我，多次以身犯险，这一次，姐姐怎能贪图名位，牺牲弟弟呢？为了弟弟，刀斧加身我也不怕。弟弟一定要选择心中所爱，才是真的为姐姐好啊！像我卫青，领兵士万骑，出大漠，戎城血拼，于刀光斧影中未曾皱眉，于生死相搏间未曾退缩。外敌尚且视我为彪悍将军，姐姐今日竟视我为皇口小儿，连娶妻都不能自己决断了，要让部下士卒得知，我这个将军该如何自处，该如何在军中发号施令。但是，若以皇后身份，臣难以抗命；但若以姐姐身份，弟弟想告诉你，我与沈家两情相悦。沈家温柔体贴，与我性情相近；公主位高好强，岂会是我所爱？请姐姐不要多生事端，令我受皇上责难，令我被天下人和将士耻笑。
子夫这曲弦弦掩抑，声声踌躇，心中有事。臣妾。子夫，来，过来。你快是朕的皇后了，夫妻间不是该有乐共喜，忧忧共愁吗？子夫所忧，为夫愿意分担。陛下温婉一言，承诺重比泰山，子夫早已满足，其他一切也不用计较了。看来你是话中有话呀。想当日，陛下给子夫结罗印，说愿与子夫做一对互相扶持的平凡夫妻。这些年来，我们虽未平顺，但是相知相爱，比一般平民夫妇还要亲密呢。这当然。所以朕要你当朕的皇后。陛下，正因为已经相知相爱，当不当这个皇后真的不重要了。什么？相知相爱，全在乎心，不在乎名位。既然有心，就当正名位。难道子夫认为，外面的风言风语，比朕的心更值得关注吗？那些好事之徒，或因妒忌你受朕宠爱，或因不满姐姐势大，谣言惑众，你何必放在心上？陛下是明君，既耳听八方，又心下清明。对于这些诬陷之言，当然全不在意。可是子夫害怕荣登后位，会给至亲招来非议。毕竟人言可畏。朕就是不畏。当初朕新立为君，姑母与陈皇后外戚环伺，但是朕宁愿顶着压力选择带你进宫。朕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要委屈自己心疼之人。我们努力了多少年，过了多少关，终于可以成就婚盟，是如何难得。子夫，你能为了朕同样不为吗？朕是真的想你当朕的皇后，共享朕的尊荣，朕的一切。陛下，何况你不是一直盼着一个和乐后宫吗？朕也一直盼着。子夫在后宫，朕在前庭，一起共患分忧，共尝喜乐，然后看看，是你的后宫够和乐，还是朕的前庭够繁昌？子夫，肯跟朕比一比吗？臣妾想。想就够了，其他别管。臣妾当然希望与陛下一起同甘苦，共喜忧。臣妾也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在所爱的人身边。弟弟想告诉你，我与慎驾两情相悦，情投意合。那平阳公主位高好强，岂会是我所爱？姐姐今日竟视我为皇口小儿，连娶妻都不能自己决断了。请姐姐不要再多生事端，令我受皇上责难，
令我被天下人和将士耻笑。子夫，怎么站在这里出神了？没什么，彩霞。哎，你刚刚才康复，小心着凉啊！来，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细心的照顾我和几个小公主。哪怕你近日就要出嫁，要去筹办自己的婚事，连夜也还要做布鸢给他们，让他们开心。往后，你看，飞高了，对不对？你怎么跟我这么客气了？是不是舍不得我啊？你放心，皇上赐了我宗籍，就算我嫁了出去，也可以经常进宫，探望和照顾你们呢。我们这么多年姐妹，你很快就要出嫁了，而嫁的还是我最亲的弟弟，我很高兴。只是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段良缘呢？我只是一个普通女子，能嫁给一位关内侯，还是一位将军，这当然是良缘了。更何况，他是我心中所属。好高啊！一只小小的布鸢，竟然可以在青天怀抱里翱翔，已是福气满盈。我满足了。可是布鸢只能随风而起，随线牵扯，往往苦乐只能握在他人手中。好，小公主们别着急，我让她再飞上去，好不好？就算它掉下来，布鸢总算曾经接近过青天，无憾了。对于我来说，青天只要肯让我接近，已经是天赐良缘。我一定会努力，让青天明白我的真心，任我倚天飞翔，生死相依。小公主们别着急了，我马上我去帮他们了，好不好？沈家，快点飞上呀！我想，我一定会幸福的。子夫，你祝福我吧。你一定会幸福的。永远牢记对公主的承诺，一生为公主牛马。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可这要出嫁的女子，不是我。公主，什么事？皇太后有请。
主万安。皇太后金安金安。来啦，快过来。你眼光好，快帮母后选一套贺礼。这些都是母后的珍藏，不知谁有这等尊荣，得到母后赠送？不就是卫青的妻子吗？卫青是功臣，又是亲戚，礼数可不能少啊！你帮母后选选，等一下再带母后送去给沈家。为何要我代送？难道又是为了澄清外面那些谣言？那些谣言，幸好你弟弟不信。若因避嫌而不册封子夫，可就失去了一个贤惠的皇后啊！子夫不日封后，他弟弟卫青又另有归宿，谣言自然就不攻自破了。最重要的是，你与彻儿的姐弟感情不为谣言所动，子夫与彻儿也能继续夫妻情深，母后就安心了。卫青这婚事，母后必定称心，想必母后少不了推波助澜吧？你这是什么话？他的婚事岂由母后说了算？当日卫青当众求你弟弟赐婚，你不也在场吗？母后哪有只言片语？其实，母后也有些惊讶。现在回头细想，子夫一直视沈家为好姐妹。早前子夫怀孕，沈家又曾舍身相护，保护子夫母子。如今结为姻亲，也是自然的。好姐妹。再说，他们也全是你引荐入宫的。现在姐姐封后，弟弟封侯，沈家以前守候子夫母子有功，以后也是为侯夫人。他们风光，也为你添荣耀啊！你弟弟感激你的大功，姐弟情分更厚更浓，你应该开心才是。你看，这个如何？送给沈家合适吗？但沈家毕竟是士婢出身，这么华贵的事物，沈家他怎相配？纵使沈家不配，但凭着与未来皇后的情谊，与皇后弟弟结亲的缘故，就匹配了。如果你觉得这些全都不合适，那你就另找一套得体的，替母后送去。好歹它出自你平阳府，你不欢欢喜喜地将礼数做得体面，就有失你大汉公主的风度。母后这也是为了你好啊。谢公主，我们家儿何德何能，得皇太后如此厚待？其实赐什么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恩赐啊，我们哪会挑三拣四的？不过李伯恐怕会失礼于皇太后和公主。卫青现在已经是关内侯了，我们又是公主提携的，要是妆脸太少，怕人见笑，也会损了公主的体面。不过说到底呀，嘉儿能有今天，都是托公主的福。这贺礼都是公主的心意和恩典，赐什么嘉儿都喜欢。皇太后送的贺礼，当然不会有失身份。不管怎么说，沈家也是未来皇后的弟媳。就是，未来皇后的弟媳，就连我这个当母亲的都没想过女儿能有这么风光啊！是叫人意想不到。话虽如此，嘉儿这些年来尽心尽力的服侍子夫，这回也算是她修来的福气。如今，子夫与沈家的感情，比在平阳侯府的时候还要好吧？那当然了，子夫对我们嘉儿好，我们嘉儿对他也是掏心掏肺的。公主你也知道，子夫怀小皇子的时候有多危险，那次他几乎晕倒，嘉儿怕他受伤动了胎气，命都不顾了，立刻垫在他身下，结果被子夫压得一身是伤。你说这孩子傻不傻？保住了小皇子，沈家该受大赏吧？是啊，子夫确实说过会报答嘉儿，可真没想到报答嘉儿的是一段好姻缘。
幸好卫青最听他姐姐的话，这线才能一签变成。如今呐，子夫跟佳儿真成一家人了。看来卫青这桩婚事要多亏卫子夫了吧？是是是。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了，别难过，别念我。既然不再相见，两节相望就好。什么两节相望？参见公主。你以后不来看飞鸾了？实在是有些忙。是啊，要忙着筹办婚事。我还为恭贺将军即将新婚之喜。多谢公主。等你姐姐封了皇后，你成了国舅，就双喜临门了。人登青云，弃旧图新，都在所难免。飞鸾这个故友，确实忘记也罢。既然喜事重重，将军却为何在这里独自一人，孑然失落呢？我并未失落，只是因为最近忙着婚事，不能照看飞鸾，心感愧疚而已。你是为了不能够照顾飞鸾而有愧，还是为了违背当日唯我牛马的诺言，还是为了违背平阳侯临终之前的托付，还是为了违背心中所爱而有愧啊？卫青牛马之诺不敢舍，君侯托付更不敢弃。不论何年何月，不论卫青身在何位，只要公主一声吩咐，臣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你的心到底……卫青只是赤胆忠心，只为报答公主的知遇之恩罢了。既然只为报恩，而非有情，你又为何在这里眷恋流连？这桩婚事，是不是另有原因？卫青并无留恋，婚事也是出自臣本意。当真？你看着我再说一次，你看着我，你为何而娶？臣的确是为爱而娶。为爱而娶，的确是。你最疼爱的就是你姐姐，你做什么都是为了她。翻马车，伤寒烟，为了她；擅自离宫，为了她；多番有求于我，都是为了她。如今连自己的幸福也割舍，都是为了你的好姐姐能当上一个美玉流芳的皇后。请公主不要妄加揣测，求公主忠心成全，不要再为难卫青了。那我就祝魏将军夫妻和和，更祝魏夫人安安乐乐的
做个名垂千古的贤后。公主保重。你让我来是和你练剑，还是与你性命相搏？松手！卫青，你醉了，放手！放开！卫青，你疯了！我疯了，我倒真希望自己疯了。如果疯了，我就不会难过；疯了就不会想起他的面容，他刺人的话。我其实单单为了姐姐，其实更是为了她。我说，为爱而去，可他却不知道。我所说的，就是他。他与我在一起，只会被众人重伤脱马。他的一片清心，会被说成是扰乱宫廷的祸国妖孽。你是在说公主吧？而我的出身，只是他府上的一个小小马奴，怎么配得上他？他该有一个温文尔雅、皇亲望族，不用在战场上拼命的人相伴一生。卫青，你醉了，让我醉死！拿！卫青，事到如今，难过已无用。为了所爱所惜的人，把一切藏于心底，默默守护着就好了。我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可是，我让他伤心了，我的心好痛，好痛。事已至此，你身不由己了。我只想问你一句：沈家姑娘又如何？沈家，她会是个好妻子。她一心向我，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我对她也始终是友情。我会好好待她，不会让她受委屈的。既然你已想得透彻，就放开怀抱，顺势而行。既已提亲，就贯彻始终；既已具爱，就彻底忘情，让所有关爱你的人都能够安心就好。段大哥，我真的很佩服你。想当日，你说走就走，回来之后，把一切都放下了，多洒脱！我真希望我也能做得到。若别无他选，放不下，也必须放下。夫人，魏将军到。姐姐，最近我忙于婚事，大小琐事缠身，可能鲜少来看姐姐。姐姐勿要介怀。弟弟大婚在即，诸事繁忙，姐姐又怎会介怀？弟弟就安心筹备婚事，有什么需要跟姐姐说。
好。姐姐为了你的婚事，新做了一个礼冠，你来试试。好。看着它，我就能想到弟弟做新郎的样子，肯定英姿飒爽。谢谢姐姐。来啊。入宫以来，姐姐对你的关心不够，母亲不在，我能为弟弟做的也仅此而已，未能尽到我做姐姐的本分。姐姐别这么说，自从母亲去世以来，哥哥姐姐们各奔东西，只有你我二人留在平阳府内。若非姐姐照顾，卫青怎么可能读书习武？又怎可能有如今的成就？弟弟就是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姐姐的恩情。照顾弟弟本来就是姐姐的责任。看着当年那个志气的弟弟，如今已成为统领万军的大将，也即将成家立室了，我很高兴。一切都不晚了。姐姐，以后沈家会照顾我的，你就不用再操心了。若你能与沈家二人琴瑟和鸣，同心同德，那姐姐才真的放心了。我们夫妻二人定会和顺长久，姐姐放心吧。那姐姐就祝你得此贤内助，永无后顾之忧。将来叱咤沙场，见盖世功勋，振我大汉雄威。那弟弟也祝姐姐将来母仪天下，受万民敬仰，复汉室祥和。魏将军入洞房了啊！快去吧，快去吧！快！你们别走啊！而且还要演，咱们要回去把金玉送回来，别走啊！快点啊！我走了。从今往后，我们就不分开了。来，我答应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好好保护你。好美啊！从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好美啊，好像仙女一样。我都不敢多看你一眼，做梦也不敢想会有这么一天。
相依，公主，公主。醒了，抹抹脸，清醒一下吧。我准备了葛花汤，解酒醒脾。你酒后头晕、烦躁、干渴，喝了它就不会那么头痛了。我昨晚是不是失态了？我看你眼睛红红的，是不是为了整夜照顾我，不能安睡啊？我睡得很好。来，先喝了这汤，再吃点早点。就不会胸膈饱胀、久毒呕吐了。早点，我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桔梗糕。哎，来，你不要太过操劳，不必事事都亲力亲为。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还很长，你要好好保重。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我当然相信你了，我一定会好好的保重自己，好好的服侍你。从今以后，无论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我都会陪在你身边，永远不离开你。刚才数到第几了？这个，鸳鸯杯5对，是6对。搬到库里的有4对，这里2对，不就是6对吗？你呀，数目不清却乱记账，这可不行。太夫人恕罪。你们那个石总管都不知是干什么的，昨天晚上就应该把这些贺礼都入库嘛。哎呀，记得好乱呐！该依客人的官位爵位罗列贺礼嘛，将来将军回礼的时候也方便查看。不用你们了，帮忙叠喜账吧。去吧。喜娘。啊？现在连关内侯都要叫我一声外姑，你敢直呼我喜娘？本该叫你声太夫人的，可是怕你听不习惯呀。你看你怎么还在做些吓人的事啊，太夫人？我亲力亲为要犯着你了，以为够面子就可以欺负我了？被宾客赞赏了你这个小厨工几句，就以为自己真的堪比皇上的御厨了？大家只是看在我女婿关内侯卫青的面子上客气罢了。好，好，好，那你女儿以后的婚事可别让我长怨啊！呸呸呸！我女儿才新婚呢，她就嫁这一次，你少胡乱说话。哦，那你以后再婚也不要叫我啊！可看你这副嘴脸，可能吗？小厨工要回宫准备午膳啦。枉我这几日这么辛苦，一句谢谢都没有。走了。再不走，看我怎么扒你的皮！哼！
新娘。啊！当魏夫人步上册封台，宗正宣布皇后受喜后，请魏夫人从大长秋手中接过喜寿，再坐到皇上身边，黄门鼓吹3遍，钟鼓毕，册封礼仪便完成，妥当周全，朕很满意。你为朕这喜事劳心，朕该赏你。臣不敢。白民，这是朕为你张罗的，是丞相薛泽的侄女，年方18，娇美楚若，粉嫩桃瓣，举止楚透，幽兰之姿。黛眉凝韵，秋水韵经，段大哥与你匹配啊！臣暂时无意婚娶，不必了，不必了。子夫如今已封后，卫青也已成婚，你与他们亲如一家，如今就剩下你还未成家立室了。臣指望专心为陛下办事，不愿为家事缠身。臣敬谢陛下美意。这是什么话？就是因为你忠心耿耿，朕才特意为你做媒。若这个不合意，朕再替你留意。段大哥，往事已矣，何不放开怀抱？你还在惦记那个关外女子？既然那心上人已嫁作人妇，又事隔这么多年，段大哥难道就断不了思念之情？情已断，情心也断。人莫见于流水，而见于止水。既为止水，心已安然，何必再翻涟漪呢？看来那个关外女子伤大哥很深。是臣自作多情。陛下就要大喜了，也希望天下人能得眷属，与地同乐。只可惜这番心思要用在臣这里，倒也枉然。既属枉然，那不如就此作罢了，把这份惊喜留给魏夫人。惊喜？常言天下之大孝，莫过于扬名显祖。如今卫青护国有功，已封为关内侯，而你也将册立为皇后。如此光宗耀祖，当然要衣锦还乡，拜祭王母，以为其在天之灵。陛下，卫青因公事之便，已顺道携他的夫人先行出发。我会让兰陵殿的侍女、厨工一涵、明月，都陪你不日出发，沿途照顾。段宏，就由你护送子夫回乡，你们也好故地重游。谢陛下。谢陛下。说你们人多累赘，这病歪歪的死丫头在这儿累事，就让她滚下车吧。下来，把她丢在这里。我们下去推车吧。啊，秋儿，你别下。不，我们是一家人，心连心，我也要帮忙。要推就用力推呀。富亦乐，贫亦乐，天亦乐，苦亦乐，同苦同担，安之乐之，齐家齐事，心相之间。富亦乐，贫亦乐，天亦乐。姐姐，段宏哥哥，段宏哥哥，段峰，红儿，段峰哥哥，段宏哥哥，段宏哥哥，红儿。
哪里，我都会找到你。走吧。段大人，停！夫人想在此歇息用膳。好，歇息用膳。段大哥，敲磬的那个就是我姐姐。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呀？哦，没什么。我见你们故地重游，所以做了一些你们小时候常吃的蒸饼，不会令你难受吧？不会。刚才你在想童年旧事啊？小时候就在这里与故友分开，我为他送上自己做的木梳，就从此分别了。童年种种的往事，都应该淡若无痕了吧？本该如此，可是重临故地，往事忽然历历在目。事到如今，为人为己，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放开怀抱了。是的，从前种种只余回忆，其他的早已不在，相信都随风而逝了。那就好了。很多事物呢，留着只是累赘，扔掉那些沉重的包袱，你才能够轻松前行。易大叔睿智，说的都是警醒之言，我会谨记。那我这番唠叨也就值得了。段大人如果能够度过此关，必定能够海阔天宽，一切豁然。夫人，段大人求见。快请。段大人，请。夫人，卫青传来口讯，他们已经到故乡了，就等你明日回去一起行祭礼，为免错过祭礼时辰，我们明日提早启程，如何？好，有劳段大哥了。这2日我一路走来，越靠近故土，心里越感心悦。我也想早点回去。明月，去通知侍女提早做准备。诺。这个匣子里都是我的宝物。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母亲给我们做的风铃。她说，这个枝干是她，下面的几个石子是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她还跟我们说，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可是现在，段大哥，你坐，我给你看其他的宝贝。这是小时候收割用的石臼，这是周夫子送给我的。这个我记得，你背诗总是最多最熟的，周夫子奖赏给你的。我跟段大哥一起背诵，其实段大哥跟我背的一样多，你是故意谦让我罢了。还是瞒不过你。只是不知道周夫子是否还健在。他是个好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为人之道。富亦乐，贫亦乐，甜亦乐，苦亦乐。回想起以前的日子，虽然贫苦，但的确安乐。这个段大哥还记得吗？是你送给我的。
原来你一直保存着、珍藏着。这是段大哥亲手做的，当然格外珍贵了。我还记得当时你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送给我，这番心意我不会忘。原来你还一直记得，没有忘记。怎么可能忘了这份情谊？当时只要看到这书字，都会挂念段大哥。那个时候，我一直祈求上苍能够让我们重逢。我也一直在找你。正因为我们同心同愿，今日才得以重逢。段大哥，大家现在的生活虽然无忧无虑，但是只要一想到小时候清贫之中，我们互相关心照顾，同游共乐，那份天真烂漫，我到现在依旧很向往。若能回去，你还愿意吗？段大哥说笑了，过去时光怎么可能回头？况且，我现在已经是孩子的母亲了。若是有情，或许还可以。段大哥说的对，只要有情，就一定回得去。皇上不就是因为看在我们思乡情切，才恩准我们回去的吗？现在，故乡、故物，还有故人都在，就足矣了。易叔叔，我是来通知子夫明日提早启程。哦，我是来通知夫人，晚膳已经预备好了。既然明早提前启程，我想问一下夫人，明天早上想吃点什么呀？什么都行，有劳易叔叔费心了。不费心，不费心，我只想让大家吃得舒心，好轻松前行。没想到远在宫外还能吃到这样的美食，易叔叔真厉害。薯粉多了一点，不够柔软细滑。哎呀，都怪我昨天晚上思虑缠绕，分了神啊。但是易叔叔加了桂花粉，很好的掩盖了不够细滑的缺点，还添了新意。哎呀，看我多不机灵，还在说厨艺的事情，都忘了问易叔叔昨晚何故思虑缠绕。其实说厨艺也好，天下事也罢，如果呢都如这菜品一般，一尝便知其味，那岂不是简单多了？夫人，别怪我多嘴啊，因为你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有些事如果我不说的话，对你的伤害会更大，将来可能会无法挽回啊。易叔叔，到底所谓何事？但说无妨。夫人为何会带旧物重回故乡呢？只因一切旧物都让我想起儿时的快乐。虽多年不曾回乡，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想与亲人故友重温当年的乐事。这个想法很好，卫青也一定会很高兴。可是，故地、故物、故人，对有心人而言，不单只是缅怀儿时乐事这般简单呀。故地、故物，足以牵出故情。有些人用情至深，就算想放下，也都难以割断。稍一牵引，即陷入深渊，无从自救。魏夫人，要切记，因旧物勾起故人的误会。这个匣子里都是我的宝物，还记得吗？你送给我的。原来你一直保存着，珍藏着。易叔叔，你是说？你像月色一样
的沉默，如雪花落在湖面融化我。寂寞的烟火，忘掉年月，让天空快乐。我跟你玩，子夫，段宏哥哥，我做你的新娘。好。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静静地投影在我的轮廓。也许我让你心如刀割，等一个结果。这个送给你。蝴蝶飞过沙漠，爱得太执着。师傅，以后你就是我的娘子了。的风光都看过，才领悟曾做过的是最动人的景色。你守卫在我心底，直到天意要将我们分离。你的笑脸比思念还清晰，比流水还彻底，包围我的天地。你守卫在我梦里，不让黑夜留下一点痕迹。你的心比呼吸还细腻，比春雪的气息，触袭我的回忆。河水无论遇到什么，虽然会翻起涟漪，终究还是会向前奔流。段大哥还记得这里吗？怎么会不记得？儿时情谊总叫人难忘。此次回乡，我带了从前旧物来缅怀。不知段大哥是否还留着那时我们的结发？这次回乡，又是否带在身上？我一直带在身边。那皇上提及你一直保留着的结发，到底是属于那关外女子，还是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儿时玩伴？是属于童年时，不介意我脸上有疮疖，愿意和我结发的子父。原来那个所谓的关外女子，那个你一直放不下的故人，其实也就是儿时的旧相识，就是我。哪怕事隔多年，我已为人妻为人母，段大哥依然不能忘怀吗？本来就要放下，正为了放下，所以才抛开一切，远走西域。那是不是重回故乡，再看旧物，让段大哥忆起了旧情，害你忐忑？我昨天看到你保存着我送的木书，听着你说出渴望重逢的期盼，才知你我原来心意相同。不是的，这不禁让我回想起，如果当年没有天灾，这结发和木书早已成为我们的定情之物。如果当日在酒社我能与你相认，如果在平阳府中我比皇上更早遇见你，就不会有上一城宠了。如果，段大哥，一切早已成为事实，何来如果？
归事实，心意归心意。我只想知道你所想。如果没有遇见皇上，你我依然只是儿时玩伴，只有兄妹之情吗？当年重逢之时，你不是说过我还是那北斗星吗？当中情谊何尝有变？段大哥，小时候留着这把木梳，确实是因为一直记挂着守护我的北斗星大哥。但现在依旧留着这把木梳，却跟其他儿时旧物一样，只为提醒自己，勿忘寒微出身，一定要记得恭谨谦和。倘若真让段大哥误会，害你沉溺往昔不能自拔，那我宁愿毁掉这珍贵的旧物。也请段大哥放开怀抱，觅得心知，缔结良缘。段大哥，你看，水花溅得再高，也有落下那一刻。过去再难忘，也终有放下那一日。缅怀过去，只会自讨苦吃。子夫求段大哥，当断则断。段大哥一定会找到一个相知相守的贤妻，一生美满。求段大哥，一定要放下当年结发之情。开心地送我去出家。你真希望我忘了结发之情？真希望我送你出家吗？对，段大哥是我最敬重的哥哥，作为妹妹，也不忍看到段大哥情伤自苦。希望段大哥早日释怀放下，就如这春花一样，凋零之后结出梅果。既然你心意已定，好。从今以后，我只会是你的段大哥。今日一切，你别记在心上。谢谢段大哥，这是你送我的最好的出家礼物，子夫安心了。平身。谢陛下。
恭请魏夫人。皇后之尊，与地齐体，供奉天地，至诚宗庙，武临天下，故有翠星音，将任五州，2代之龙，盖有内德。皇嗣延绵，中司延庆，现魏夫人恭谨谦让，仁德善良。不以显贵而自尽张扬，秉疏远之意，体河山之宜。子夫求段大哥，当断则断，一定要放下当年结发之情。从今以后，我只会是你的段大哥。谢谢段大哥，这是你送给我的最好的出家礼物，子夫安心了。爱太深，情难舍。但愿你此生身受地重，凤凰于飞，妻已偕老。威荣昭耀，德冠后庭，有司奏议，宜称辅祖，以母照民。皇兄，我娇儿的将来全掌握在皇兄你手中了。我封疆在外，若有朝一日能入主京畿，登基称帝，一定会报答助我有功者，让娇儿重得自由。妹妹，你尽管放心好了。那妹妹尽所能为皇兄效力。刘彻这小子册封新后，正是时机。为了成就本王大事，只有牺牲一下这位新皇后了。今立魏夫人为皇后，永中天禄。臣妾谢恩。皇后请起。御史大夫张欧持节奉喜寿。为爱而娶，的确是。你最疼爱的就是你姐姐，你做什么都是为了她。翻马车，伤寒宴，是为了她；擅自离宫，为了她；多番有求于我，也是为了她。如今连自己的幸福也割舍，都是为了你的好姐姐，能当上一个美玉流芳的皇后。参见皇后。免礼。谢皇后。我今日来贺你，是要看看你做皇后有多疯狂，也看看你在这宝座上能坐多久。瑞兽坠落，看似平常，可是坠落之处，乃长乐宫永寿殿。
则颇有不祥之兆。瑞兽坠落，只因天旱物燥，木质干裂所致。宫殿有损，就该休憩；百姓遭旱，就该赈济。只懂说什么不祥之兆，是逃避卸责，漠视百姓，还是愚昧无知，枉为辅弼？只是久旱无雨，人心惶惶。如今已有淮南王刘安上书，指荆棘临灾，乃因星宿转移，出现灾星所致。禀陛下，淮南王以刘氏长辈自居，说责无旁贷，请陛下准其入朝祈福求雨。丞相，那你们认为该让刘安入京求雨吗？朕这皇叔，从来喜欢占卜求神。他若是拿来自娱消遣还可，若以此当作入京借口，妖言惑众，朕绝不允许。陛下英明。陛下英明。诸侯王入朝觐见有定时定制，此外若无天子许可，擅自入京者，皆可治以忤逆谋反之罪。何以如此严谨？为顾中央，以免诸侯王亲肆意进出，另有图谋。薛丞相，听到了吗？你回复淮南王，让他留守封地，不许入京。诺。既闹天旱，首要是纾民困。如今各地旱情如何？回陛下，目前各郡旱情有缓有急，部分郡县已是颗粒无收，存粮恐亦不足。开仓赈济，可解燃眉之急。有粮无水亦非长久之计。郎中令，臣在。你找人钻研看水之法，看能否开发水源，以解旱情。臣遵旨。启禀皇后，近日宫内宫外的种种吉凶之兆，臣妾以为宁可信其有。这些辟邪之物都是臣妾们的心意，皇后就留着图个安心吧。感谢大家的心意。不过，但凡水害双震，只因万物变化有时，风云难测，无定而至。与其为这虚无之说而自乱，倒不如大家一起想想，如何解灾缓困。朝中百官都为此事愁烦，我们身居后宫，该如何帮忙解灾呢？我们可以省水结冰。省水结冰？如今这炎热天气实在是难受，酷热难耐。若没有冰镇水果可食，该怎么熬啊？此时宫外的百姓，不少人已无净水可饮，有老者弱童焦渴而死。相对而言，我们的冰块不过用来冰镇汤饮，或纳凉降温。这是何等的奢侈！皇后的意思是，将冰块储于临室，减少用度。若继续天旱，或可成为宫中水源。冰可溶为水，必要时候，甚至能救民于水火。不错，我们节约俭用，只不过少了一些享受，却能为旱灾出一份力。臣妾愿意。臣妾也愿意。好。结冰之余还要省水，本宫就此立例，即日起各店清水用量减半，用完要回收做洗濯，不可自行打水，更不可用冰水来嬉戏玩乐，违者必究。臣妾谨遵皇后吩咐，省水结冰，为民造福。光顾，有失我太夫人的身份。要是天有眼，先让你客人走光，门庭冷清。喜娘，哎，怎么是你啊？你这妇人口舌恶毒啊，一看就是市井村妇，还自夸是什么太夫人。你是有眼无珠！哎，别说了，别说了，收敛点儿。你再这样吵下去，不只像个市井村妇，更像一个疯妇啊！你竟然帮他！
你知道他刚才都说什么吗？说皇后一登位就闹旱灾，是皇后带来的霉气。你说我能不骂他们吗？何止是旱灾呀！他一封后，皇上的异母兄弟鲁王和长沙王就病死了。你说他是不是灾星啊？生老病死，人各有命，谁家不曾死人呢？呸！你家才死人呢！我呸！我家就是死过人呐！谁家没遇到过喜事丧事啊？遇到喜事就是自己洪福齐天，死了人就把账算在别人头上，这是什么道理啊？就是什么道理啊？猴王呢是病死的，与皇后有何干系啊？我亦可以信口开河，说你的性命与猴王相克，是你克死猴王，你冤不冤？你气候变迁，凡人难控。水旱霜震自古都有，竟将一切天灾人命都怪到一个人的身上，你这是愚昧浅薄，疯子！你骂得真好，比我还凶，比我还毒呢。你刚才还让我收敛。你呢是乱骂泄愤，我呢是劝人不受谣言所惑。更何况我只是一个小厨工啊，你却是太夫人。要顾及身份呢。那你这个小厨工出宫来做什么？做大事啊，来给太夫人的女儿瓜内侯的夫人沈家送东西的。有劳夫人了。你们怎么突然跟我客气了？这是易叔叔带来的糕点，你们边吃边聊。夫人亲自张罗，当然要多吃点了。你以为人家只是亲自来送美食的？人家是来送温馨关怀给夫君的。易叔叔又在取笑我了。我没取笑你啊，我是在夸你啊，夸你这个关内侯夫人做得好啊。夫人，有劳你再替我们温些好酒。好，你们先聊。卫青，你也太拘谨了，我们又不是外人，你们亲昵一点也不怕呀。易大叔，我们还是说回正事吧。好，那先看看我这个为老不尊却有一点睿智的小厨工能不能帮你们分忧啊？我本想通过长安这八水引水救济，可是你不是说怕耗时耗力吗？况且这八水自己尚算勉强，再引水恐怕会影响周边百姓生计。都水长等水利官员虽已在商议，但他们参详多时，仍未能定夺。引水工程耗时，难救百姓于水火，看来得另想办法。易大叔，你可否看出端倪？何时会天降甘露，解救民困？月出月落，牵引潮汐涨退，星宿生辰，影响天气变化，这一时之间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定论。皇后刚册封就遇大旱，长安城内谣言四起，恐日后越传越甚，这样对皇后不利。民心亦受迷惑，若旱情持续，灾星之说将会越传越烈。说起天象吉凶，我倒有个方法可以一试。《易经》有言：“山泽通气。”为此，山野之民想出寻找水源之法，就是在郊野之地挖出坑井，将燃烧的艾草放在其中，盖其顶，观其四周。若有冒烟之处，就地打井，可得水源。这听来确是可行之法，成效如何？可惜臣以此法寻遍城南近郊各处，尚未找出水源。现正在城北各村尝试。陛下，中尉来报，京师城南守兵发现淮南王刘安已经入京。大胆！朕不让他来，他竟敢抗旨，他可带有兵马？据守兵所报，他只骑着一头毛驴，驴车上放着2个水桶，带着几名贴身侍卫，说要前往城南张家村为当地百姓求水。臣之前也曾在张家村寻觅水源，那一带近乎田旱，根本就没有水。他行藏可疑，只怕是想借旱灾滋事，另有图谋。段宏，臣在。你马上带人，请淮南王入宫见驾。他若就范，就以礼相待；若敢反抗，引百姓生乱，就以擅自入京为名，就地正法。诺。求
淮南王刘安，愿以淮南之水救长安百姓，求苍天怜悯。我淮南王刘安，愿以淮南之水救长安的百姓。求上苍赐水！救救我们吧！臣郎中令段衡参见淮南王。见过段大人。臣奉皇上旨意，请淮南王入宫见驾。本王久未与皇上聚首，既然入京，定当入宫觐见。淮南王，请。段大人可否稍后？本王刚向上天求水，救济这里的百姓，只求静待片刻，待上天回应，自会与你入宫。不瞒淮南王，臣曾经领属下勘探过这一带水源，此井早已枯竭，难再出水，还请淮南王勿再推脱，请随臣。确实有水。感谢苍天呐！感谢苍天呐！救我大汉子民！谢苍天！他们怎么会去了长信殿？淮南王连同段大人的人马，刚进宫就被皇太后派人接过去了，说什么？皇太后说，淮南王本是皇叔，又向来有贤名，入京应以家人之礼相待。他若按制朝见，朕必以礼相待。可他擅闯京畿，朕就算杀他也不为过。陛下，皇太后仁厚，恐怕就是要陛下莫轻言治罪。母后既以家人之礼相待，臣妾作为晚辈，也应该去见一见这淮南王。不如就让臣妾陪着陛下一同前去。皇上，皇后驾到！参见陛下，参见皇后。母后万安！母后万安！大家都平身。谢母后。皇嫂喜得雍容端庄的好媳妇，真是可喜可贺。还没谢过皇叔的厚礼以贺，其中养生之物很合用，哀家敏感了。渐渐微物，不成敬意。皇叔向来谦和恭顺，何以朕已回复让你留在丰邑，皇叔仍违逆皇命？难道忘了诸侯王不得擅入京城吗？臣知罪，陛下圣意，臣又岂敢违逆？只是听闻京畿旱灾严重，才斗胆入京。臣不带一兵一卒，只是让几名随从护送，只求为民祈愿，向天求水。皇叔虽有违国法，但也是为民求雨而来，皇帝就网开一面吧。陛下以民为先。若皇叔是因为民生而来，判罪恐怕……念在皇叔一片仁心，朕姑且免你责罚。起来吧。谢陛下。段宏，臣在。准备车马，明日派人护送淮南王出京回淮南。诺。启奏陛下，臣此次入京还有一事。如若此事未了，臣难以遵旨离京，还望陛下成全。皇叔还有何事？皇嫂，此次旱灾，全因灾星落入汉宫。身为刘家长辈，不能不竭力为皇族消灾解困，以保万民，延国祚。淮南王竟提这种虚妄之言，凶吉之说，乃人心不定，
自找魏忌的说辞，以淮南王的德望，何以与无知小民同论？既然人心不定，何不稍施举措，以稳民心？恳请陛下请于礼，设坛求雨。于祭之礼早已有之，设坛祭祀以安民心，亦无可厚非。谢皇太后。不过，在行于礼之前后，恳请皇后暂时离宫，以应天命。皇后待后宫之首，岂能贸然离宫？别以为皇太后与朕念及骨肉之亲，不忍失责，你就僭越狂妄。淮南王3番4次犯上，其罪难容。回陛下，臣夜观天象，竟见天现新星，旱灾亦随之出现，使知道今后登位，实为旱魃灾星及汉室之事，祸及苍生。皇叔言下之意，我就是那旱魃灾星。荒谬！天上繁星浩瀚，残星陨落，新星显现，这些都是自然现象。皇后仁德贤淑，百姓皆知。淮南王这番污蔑之词，实属妖言惑众。皇叔真当慎言，皇后又怎会是灾星呢？臣所说皆得天神太医托梦透露玄机，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大胆！枯井求水，非常人所能。淮南王未必全是空谈妄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陛下不妨让淮南王一试，便知真假。臣求陛下为百姓苍生，让臣一试。我虽初见皇叔，却早有闻淮南王德高望重，但刚才所言实有荒诞之处。如果子夫是妖孽旱魃，以陛下英明，皇太后慧眼，怎会丝毫不察？皇后言行向来端正，处事仁厚。淮南王这妖孽灾星之说，只怕是无稽之言。圣主在先，皇母在后，乃我大汉龙脉所在。皇母若有任何灾殃，必定会惊动龙脉，国事不宁。皇后既然感念苍生，仁德有道，倘若稍一玉步离宫，就能助百姓解困，敢问皇后为何不肯啊？正因我身为皇后，一举一动皆为天下一范，更不能导黎民迷信。离宫不难，难在此去会误导苍生，或与鬼神之说，则再难正视听。皇后所言，正是朕意。但是敬天祭祖，乃合乎人心世道，亦让百姓能心有所依。帝后夫妻情深，臣亲睹。但如若因这夫妻之情，怕皇后芳名有损，而轻百姓所急，则恐有负社稷呀。祭礼或有安民心之效，却无呼风唤雨之能。赦与不赦，与民生社稷无关。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倘若求雨无效，任陛下发落。皇叔已经许下了如此重誓，倘若皇后还不肯出宫的话，恐怕灾星之说不言自正。陛下，倘若再犹豫的话，臣愿长跪不起。皇叔不用跪，我愿出宫助你求雨。既然淮南王一心为民，以性命做担保，子夫也不会藏身深宫，而无视苍生所求。我愿压下自身的名声。
巧巧，皇子就由你来照顾，每日的膳食都要按时定量，早晚天凉，要记得替他添衣加被。诺。还要留意3位公主的功课，女工也不能怠慢。石玉这几日好像有点咳嗽，可用些药膳，如果不见好转，就照御医看看。诺。皇后既然如此牵挂皇子公主，又为何答应出宫？陛下圣安。免礼。都退下吧。诺。若不是因为你开口答应，朕绝不会任由刘安恣意妄为。陛下，臣妾若坚持留宫，一旦旱情持续，不就真成灾星了吗？若臣妾离宫，淮南王祭天，但天不下雨，其虚言妄语，不攻自破，反让百姓看清真相，免受迷惑。但若他真能呼风唤雨呢？陛下因为他以性命担保而动摇了，是吗？此人如此坚决，似乎真有些把握。若真如此，万民得救，臣妾就算担了这灾星之名又何妨？始终百姓为重。不论如何，你只要记住，朕是你的天，一定会守护你。臣妾正是深信有陛下的佑护，所以从不曾忧心。此次出宫，臣妾只当是故地重游，看看昔日生活的平阳侯府，也好与从前的姐妹们叙叙旧情。今日言语间，朕觉得姐姐好像话中有话，莫非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平阳公主素来聪明过人，又善解人意，就算有什么事，臣妾此番前去，正好姑嫂一聚，好好化解。子夫慧质兰心，在外在内都能替朕分忧。朕只盼此次你能化解淮南王的妖惑之言，又能与姐姐重修旧好，一切如愿。参见皇后。参见皇后。姐姐，快快请起。你们都平身吧。谢皇后。皇后位尊，这一声姐姐，我受不起，还是请皇后直呼我的名号比较合适。凤驾亲临，我刚才为皇后收拾打点，所以有失远迎，请皇后恕罪。姐姐哪里的话，我这次出宫，指望能故地重游，重拾昔日情怀，更欲与姐姐围炉夜话。皇后笑话了，我哪有这等福气？况且我这小小的平阳侯府，也不配皇后一驾。如若不是淮南王什么灾星之说，皇后焉会屈尊光临呢？平阳公主言重了，皇后出身平阳府，怎会有屈尊之感？敢问公主，皇后的住处安排在哪里？臣好领人打点。常总管。诺，段大人这边请。你们也下去，要备酒菜的，备歌舞的，你们各自好好办。诺。还记得韩嫣当日世事凌人，在此逞凶伤了卫青，还要带走我们姐弟。若不是姐姐及时相护，以先祖太上皇这屏风挡驾，斥退韩嫣，子夫焉得今日尊荣？多年前的小事，已经不值一提，皇后也无需去记着。姐姐种种相护之情，子夫点滴不忘。当日公主何等气势，面对权臣，3言2语把她赶退，那种威仪令人钦佩。可惜就是眼力不足。
未能观人于微，枉费皇后吹捧。姐姐所言，子夫不解。妹妹只记得当日在园中树下，誓言铭记，撒种之人，是吗？当日皇后没想过会一朝展翅，所以才会顺口虚应的。但如今贵为皇后，什么撒种之意、救命之恩、相互之情，只要与自己名位一比，都不重要了吧？若有人顾念一点昔日情谊，我今日也不会在这平阳侯府了。姐姐对我一定有所误会，我们正好借此良机，好好详谈，以解心中之结。不必了，我准备马上启程，前往平阳县照顾香儿，所以恕不能相陪。今日时辰已晚，不如明日再动身。所谓思子心切，相信皇后最能够明白。如果皇后觉得我这平阳侯府冷清无趣，倒可以接你昔日的好姐妹。如今的好弟媳沈家前来相陪，姐妹作伴。姐姐，思和，跟我进去收拾，备马上路。诺。就如这棵桃树一样，我只是播下了种子，能不能够开花结果，就靠你自己了。子夫明白。你们要记住，等开花结果的时候，不要忘了当初播种之人才好。公主这么多年对我们姐弟呵护有加，我们姐弟定会铭记在心。皇后是为了公主的疏远而难受啊。为卿为情而娶，看来公主未能参透，知道她是为了姐弟之情，因此迁怒于你。弟弟为情而娶，看来此事段大哥比我还要清楚。只因卫青一次酒后吐话，我才略知一二。如今卫青另娶，公主扶持皇后引荐边将，图谋国事的谣言已不攻而破。卫青可说是求人而得人，可惜难为了他自己，也苦了公主。皇后既知公主之苦，就别介怀公主的敌意。相信假以时日，她自能理解。我又怎会因此介怀？我只是自愧无力帮他们。情爱之事，只有当事之人才能深知各种苦乐，才能做主自助。你又如何能帮？但愿他们当断则断，一切从头开始。段大哥，你看，织女星、牵牛星、天金星，3颗星正相互映照。传说中，牛郎织女本被银河阻隔，得喜鹊画桥才得以相会。这鹊桥正是织女星旁的天金星。可是如今，我总觉得启笔织女3星鼎立。启笔织女3星鼎立，但愿众星都能匹配成对，从纠缠中释然解脱。这话是段大叔教我们观星时说过的话。段大哥，是不是我的一句3星鼎立，勾起你的思妇之情？怎能不思念？多年不见，生死不知。皇上一直在派人寻找，相信你的孝义一定会感动上天，你们父子必定会有重逢之日。我也盼望上天赐我再孝敬父亲的机会。段大哥，他日重逢，你觉得段大叔会先问你什么？该是先问我母亲，然后就该问我
是否已经成家？大哥，他日重逢，段大叔若看到你成家，再有孙儿在怀，一定会倍感欣慰。为了让段大叔开心，大哥要加把劲儿了。妹妹放心，我会尽力的。不过现在我心中所想是尽快解决灾星成汉之说，还你名声，不能让那些利用天灾有所图谋之辈得逞。而我更望天降甘霖，解百姓之苦。妹妹心念百姓，天必不负。易大叔，你在看什么？云卷翻飞，随风轻移，雨快到了。晨光甚猛，看来是个艳阳天呢。易大叔，你看这蚂蚁搬家已倾巢而出了。从昨日开始，我的伤疤就发痒，每逢大雨之前就会如此。今早起来一看，就更加确定。这么说，旱灾可以缓解了。我姐姐也不会被那个淮南王再污蔑为灾星了。不对呀，姐姐已经离宫了。皇后离宫，雨就下了，不就证明皇后是灾星？哎呀，只怪我太粗心了，现在才发现这些迹象。不到2个时辰，就是雨里之期。原来下雨之象早已显现，难怪那个淮南王敢以项上人头相我。此人用尽心机，说他没有图谋。真叫人难以信服。易大叔，事到如今，该如何是好？苍天见怜，太乙先师垂悯。淮南王刘安设坛求雨，求山林川泽之神赐降甘霖，救我大汉子民。什么大汉子民？真把自己当皇上？皇上恩准设坛，一字不提。上苍怜悯，祈求子父安然度过此关。掘地道，注水入枯井。天旱成灾，只要你在长安城南近郊找一个荒废的枯井，预先挖掘地道连接，待我入京做法之时，你就命人按从地道注水入井。那淮南王的神通，当一传十，十传百，受万民敬仰，德盖圣君。只要人心归附于我，他日起兵入主汉宫，你的娇儿可就自由了。只要我的娇儿可以脱离那个牢笼，妹妹愿倾尽所有，为皇兄效劳。你在长安财力大，人脉广，届时多找些人为我摇旗呐喊，掌握声势。好。太乙垂怜，赐降甘霖，润泽万民。赐降甘霖，润泽万民。苍天见怜，驱除汉霸，解民苦困。驱除汉霸，解民苦困。蚂蚁出穴，昆虫窜逃，风向不定，皆雨先征兆。大禹本要来，可用淮南王在此虚张声势，又或是淮南王想假装做法求雨，自比神仙，欺骗百姓。足下是关内侯卫将军，在下正是。你就是皇后的弟弟，是又如何？
皇后与魏将军同气连枝，同样沾染汉魃灾星戾气，如今登坛，只怕有碍于继。让求雨功亏一篑，请速速下坛，以免亵渎神明。放肆！淮南王先污蔑皇后，再让为大汉子民保家卫国的守土大将受此侮辱，将朕视作无知小儿，任由你摆布吗？你到底居心何在？陛下明鉴，臣此番求雨，全为百姓民生。皇后既接纳太医启示，愿意成全求雨而离宫，在这个关键一刻，求陛下顾念大汉黎民百姓的福祉，命沾染戾气之人离开，许余礼继续。祈天神降雨，臣为天下苍生恳求陛下。皇兄，你不是说在城郊演一场枯井生水，等阳明之后便回淮南，准备筹谋大事？如今设坛行雨礼，若横生枝节，岂不碍事？蚂蚁搬家，乌鸦唱晚，必有风雨。我甫入长安，就见此征兆，此乃天助我也，岂能不好好利用？有皇后当汉魃，再有昏君纵容，我这仙道神人才能在这正邪神魔之争中尽得民心呐！恳求陛下抚恤百姓之苦，福祉归于黎民。黎民福祉不只源于一场雨礼，淮南王鼓动百姓，故弄玄虚，不论世事，是否有贪图个人名声之嫌？还请陛下明鉴。除百姓外，臣心无别志，恳求陛下别因为夫妻之情阻挠求雨。何须求雨？只怕苍天早已开恩，甘霖将至。站住！朕倒想听听小民心声，让他上坛。谢陛下。他疯了！这求雨圣坛怎能任人践踏，触怒天神？亦可知足爱求雨，祸及苍生百姓，罪大当诛。小民一介小小厨工，不也正是淮南王口中要保护的百姓吗？以淮南王之仁德，怎会因小民想发问几句就轻言诛杀呀？说得好，朕准你问。谢陛下。小民敬仰淮南王饱读经书，不知道淮南王可曾听闻《干石心经》中说，天上星宿自有引力，影响地上河川流动，可导致暴雨干旱，这都是自然现象，与神力无关。星宿是影响气候，但宫中人事变动却会影响星宿转移。哦，小民手中还有另外一本书，写道：设提格之岁，岁早水晚旱；执徐之岁，岁早旱晚水。小鸡，大荒落之岁，岁有小冰；敦赃之岁，岁大旱。敢问淮南王可知此文出处啊？这正是淮南王所作《淮南子》中的天文训。依淮南王自己书中所言，水旱之变年岁之间皆有循环定数，与灾星吉神无关。但如今淮南王一直说什么皇后旱魃附体，一时迷信鬼神，一时天文有据，岂不是自相矛盾？世事万物皆有变数，这次旱灾非按循环规律。自皇后离宫后，种种下雨迹象频频出现，足见皇后与旱灾有关，足以证明皇后不在，风雨便来。皇后驾到！